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心灵咒语，我是真平医师，也是星际律师王丽慧。那么我们成立了康贝疾患中心，要来帮助大家呢预防肌少症。那么连续几周呢的专辑下来，今天是来到专门针对慢性肾病的这一群朋友们，来谈一谈慢性肾病跟肌少症的关系。那么目前看到的就是呢，慢性肾病的朋友们如果合并有肌少症的话呢，会增加死亡率，这个就是真的需要好好的来预防一下。慢性肾病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看这个肾有关系不得不肾这个专辑有详细的介绍，主要就是根据我们肾脏在过滤尿毒的这个速度啊，我们称之为肾丝球过滤率，把它分成5个不同的等级。慢性肾病的朋友们如果合并肌少症的话，我们会发现呢，他们有这个活动受到限制啊，运动功能不好啊，日常生活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行走坐卧，或者是说这个煮饭啊、吃喝拉撒睡啊，这些简单的东西它都会比较没有办法做得很好。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增加了骨折住院。根据2022年的这一篇医学研究，它是一个review article， 就是他把许许多多的大家做出来的研究把它汇整在一起哦。慢性肾病又合并他的肌肉比较无力，然后肌肉质量比较少，然后他的体能状况比较差，那么他就比较会死亡率增高。那如果是已经洗肾的话呢，他如果被诊断出来说他有肌少症的话呢，他的死亡风险也就更高。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慢性肾病的这一群朋友们，你们比较容易肌少症呢？第一个就是因为你们尿毒在你们的体内累积嘛，就造成你们的身体呢一直存在这个慢性发炎的状况。那我们在这个康贝疾患中心专辑的第1集就讲到呢，慢性发炎是造成我们肌少症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再来的话就是呢，慢性肾病的朋友们，你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氧化压力也比较大。康贝疾患中心专辑的这个第1集我们就提到呢，氧化压力也是一个很容易导致你的肌肉流失的一个主因啊。同时呢，慢性肾病的朋友们也比较容易就是引发这个胰岛素阻抗因为身体发炎嘛，就容易胰岛素阻抗。然后再来就是呢，我们讲过第1集我们讲到有肌肉生长抑制素，会抑制肌肉的生长。刚好我们在慢性肾病的这一群朋友们身上发现呢，肌肉生长抑制素也特别的高。那这个肌肉要能够合成，肌肉要能够分解，可是呢，慢性肾病的朋友们，你们的肌肉分解的比较快，但是你们的合成呢，却合成的比较慢，也有关于到这个生长激素啊，或是睾固酮相关的这些荷尔蒙比较不好。就是在慢性肾病的人身上，我们发现他的里面也有荷尔蒙失调的状况，再加上呢再生力也比较差因为这些生长因子在慢性肾病的人身上也都比较下降，然后细胞的活化度也都比较下降，所以再生就偏低，可是分解却加快。所以这个几乎对慢性肾病的患者来讲呢，要养肌肉是蛮难的，要肌肉流失是蛮容易的。再来就是因为这个蛋白质的饮食的关系因为我们有特别提到嘛，预防肌少症就是3大原则，第一个是蛋白质要吃得够，第二个是运动要做得够，第3个的话是维他命 D 要补得够。那因为如果呢你是已经有肾丝球过滤率有比较下降的话呢，如果你已经小于30的话呢，你就会被告知说你要低蛋白饮食，每天呢每公斤的体重你只能够吃 0.8公克的蛋白质，也就是说呢，像我的话是50公斤的体重嘛，那我就只能够吃40公克的蛋白质，那这就低于一般人了所以这样真的是蛋白质的摄取就是比别人少。那如果你的肾丝球过滤速度已经小于15的话，通常这样子就是要去洗肾了。洗肾的话就刚好相反，你这个时候蛋白质要吃多一点，你每公斤的体重呢，每天你要吃到 1.2 到 1.5公克的蛋白质如果说呢像我的话是50公斤的话，如果已经在洗肾的话，那么我就必须要吃到60公克到75公克的蛋白质，这个是不一样的状况。那一般还没有洗肾的慢性肾病的朋友的话，你们的低蛋白饮食就会造成你们的蛋白质摄取量不够，所以你要去制造肌肉的这个原料就不足了，所以你的肌肉就更容易流失。另外的话，我们之前呢曾经在肌少症肥胖这一集提到过，乳清蛋白是养肌肉最好的蛋白质，但是对于慢性肾病的朋友们，我们会建议是以植物蛋白为主，因为植物蛋白目前呢被认为是可以延缓这个肾病的恶化。那当然它虽然在养肌肉的方面不如乳清蛋白，可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慢性肾病的朋友们，让他们的肾病不要恶化得太快，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把这个动物性的蛋白改成植物性的蛋白。那为了保住它的足够的营养，也让它不要肌少症的话，目前科学上研究有所谓的
必需氨基酸的同基相似物。那必需氨基酸呢，就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氨基酸。那它本身是带有氨基，所以它会进入尿素循环。现在呢，经由转氨作用，把这些必需氨基酸的氨基把它改成了酮基。那这个时候它就会进入柠檬酸循环，就会减少它含氮废物的产生。所以光是饮食都是造成我们慢性肾病的朋友们比较容易肌少症的一个原因啊。那么还有就是刚刚也讲到嘛，体内的尿毒的这个囤积，经常都是造成身体里面很多的不利的状况啊。这个是在合成上面都会受到抑制，肌肉的合成、蛋白质的合成啊，整个这个状况就会不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对于慢性肾病的朋友们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建议哦，就是我们建议医师呢，就是不管你给这个慢性肾病的这些朋友们呢做什么处方，多加一项叫做去运动哦。因为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运动对于这个慢性肾病的这个关系，真的已经有肾病了，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说呢运动可以延缓让他不要洗肾，但是我们确实看到就是呢已经肾病了，可是如果好好的运动的话呢，会改变他的生活质量，生活品质会变好，然后他的有氧状态会变好，确实还是可以养肌肉的。如果已经肾病的话，好好的运动还是可以养肌肉。那如果还没有肾病呢？哇，那这个运动可以延缓慢性肾病的发生，这个是有研究报道可以证实的。如果你可以呢，让你的这个运动的能力啊，我们叫做 exercise capacity， 如果你的运动的能力越来越好，每增加一个代谢当量，就是 metabolic equivalent 啊，我们叫 one met 啊，你每增加一的代谢当量的话，你的得到慢性肾病的那个风险可以降低 22%。所以呢 exercise 跟 exercise capacity 这两个东西确实可以帮助你预防，让你不要慢性肾病这样。但是我们刚刚讲了，没有办法确定就是说运动可以让你不要洗肾哦，如果你已经有进入肾病的阶段。再来的话，我们讲一下什么叫代谢当量，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很难理解。代谢当量指的就是你休息安静的时候你的基础代谢速度啊，我们就会直接把它称之为是代谢当量哦。这你只要能够提高1，你就可以减少你的肾病的发生。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维他命 D 啊，平常如果是有洗肾的朋友的话，医师就会开给他维他命 D， 因为他们很容易流失他们的维他命 D， 肾脏已经制造不出来了嘛，没有办法做转化了嘛，所以呢就好直接补充。确实啊，这个维他命 D 对于慢性肾病很重要，然后对于慢性肾病要去预防肌少症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发现了维他命 D 就是跟你的这个蛋白质的分解还有蛋白质的合成很有关系。那如果是慢性肾病的朋友们，因为他们体内维他命 D 的缺乏的话，它就会造成你的这个肌肉特别的容易蛋白质分解，然后你的骨骼肌渐渐的就会萎缩。一般人来讲也是这样子，可是对于慢性肾病的人，他们的维他命 D 特别不足呢，他们的影响就更严重一点。所以补充维他命 D 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补充了之后，我们去做一个评估，我们会发现呢，它这个起站的这个5次的这个完成的时间呢可以变短，然后我们发现呢它的这个握力也可以增加，然后我们发现它的步态会变得比较稳定，然后走路速度也可以比较快这样。那接下来的话是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关于睾固酮的情形。我们可以考虑呢，如果是在这个慢性肾病的过程当中啊，为了强化这个肌肉质量的话，可以建议做一些睾固酮的补充哦。因为睾固酮是一种合成性的，帮助肌肉合成的一种荷尔蒙。那慢性肾病的朋友们，因为他们的荷尔蒙比较紊乱，比较不够，所以呢可以适当的补充，有可能呢可以保住他们的肌肉，可以养一些肌肉出来。那现在呢有一种呢大家会想要问的，就叫做选择性的雄性素接受体调节剂啊，这个叫 SARMs 啊。它的全名是叫 Selective Androgen Receptor Modulators 这样。这个的话在健身房呢会被很大量的使用，很受欢迎啊，因为它是可以提高你的睾固酮，除此之外它可以养你的肌肉，是显而易见的养你的肌肉，他们觉得效果非常明显，可以使你这个纤维变得比较粗，使你的这个 lean body mass 啊，就是瘦的体重啊，真的明显的蹭的往上升啊。瘦的体重就是指呢把你全身的那个脂肪的重量除外之后都叫瘦的体重，它就是包括了这个骨骼啊、骨头重也算了哦，瘦肉重也算了，水分也算了哦，都叫 lean body mass。那这个叫瘦的体重哈。这个呢，发现这个 SARMs 啊 ，SARMs 啊，嘿，真的对这个东西很有效。
所以这是在健身房大家都会透过地下管道去买，因为台湾其实没有正式合可的管道哦。那这是跟各位介绍一下有这样的一个使用状况了。不过我们觉得慢性肾病就是还是要很考量哦。虽然这个东西对于养你的肌肉很有效，但是你的肾脏功能会不会增加这个负担，那也是一件大事情。那还有目前呢，科学家们他开发出来一种叫做肌肉生长抑制素的一个抗体，就是要去阻止肌肉生长抑制素把它压下去。因为我们讲过，这个肌肉生长抑制素会抑制你体内肌肉的生长，那我们现在给它用一个抗体把它注射，它就可以压制你的肌肉生长被抑制的状况，就是改善增加肌肉的生长这样子。这个是目前呢确实也是有在用。那用在动物实验上面呢，发现它效果确实是很不错，它就可以改善这个肌肉的质量，改善这个肌肉的力量，然后还可以改善你这个体能的状况，这些都可以改善。好，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